此番多方势力争斗啊，没料想受益最多的竟然是长公主。于累累尸骨之上成就长公主美名，也不知道那楚将军泉下有知，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呀？我父亲欣不欣慰，就不劳王爷操心了。王爷时隔多日，再请我来，是不打算再留客了？哎，本来呢是想请长公主多留些时日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可是如今这大楚这天下，它离不开长公主啊。王爷说的是，那便多谢王爷的款待。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来这萧南王府转一转。长公主莫不是忘了？这朝廷啊，已经封本王为郑国王了，持金玺绶带，享诸侯王权，所以这萧南王府也该改为郑国王府了。哎，不过这件事情上啊，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。说来也有趣，这谢三公子10岁的时候，博弈之术便冠绝天下，故意输了50手，就为了最后一招屠龙，以区区残骑杀得他恩师是片甲不留啊！彼时的一桩奇谈，可是传遍了整个的大楚。哎，谢小将军，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？你兄长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。看似你我相争，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。王爷今日话多，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？哎，谢小将军，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，莫不是……我不是谢家之人，我也没有兄长。看本王这记性，差点给忘了。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。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，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，人生截然不同，当真有趣啊！王爷慎言。哎，长公主莫要动怒嘛。本王就是好奇，同是谢家人，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？毕竟没有谢三公子的默契配合，你的计谋是成不了事的。不劳郑国王操心，本宫祝王爷身体康健。毕竟，要再培养出一个合乎王爷要求的世子殿下，并非易事。阿九，我们走。王爷说的不错，我与谢三确实不同，我比他更记仇，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。哎，快送送长公主！是。你就那么确信，萧南王会安分守己？他不敢动，至少现在不敢。方才在王府，你说谢艳芳一定会落子，你似乎了解每一个人。不是了解，是谋算。就像下棋，需要预判对手10步以外的棋路一样，我只是算得比旁人更远一点。他说的不错。什么？谢三与我确实不同。他对你也确实更有助力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7岁时，谢家祠堂最高处。那时我开始模仿他的一举一动。
模仿他的言行举止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得和他一样，哪怕是成为他的影子。看着我，你记住，阿九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可你曾那样的夸奖他，你曾那么坚定不移的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。阿昭，我知道这样说不对，但我十分妒忌他，甚至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。或许这样，我能多帮助你一些。我说过，你不是谁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傅九也好，谢燕来也罢，你是你自己。我自己。我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期待的存在，包括我的爹娘。你爹娘骗你，但他们心里还爱你。我爹恨我，我娘怨我，甚至连我的兄长都算计我。但你还有我，被至亲所骗，是剜心之痛。但若因此质疑眼前人，才是正中了他人下怀。对不起。相爱不相依，白首如初见。王爷，长公主已出了城。这丫头啊，比她爹还会戳人痛处。世子也被囚禁在了楚都别院。不过王爷放心，我们派了人私下照顾着。寻儿可有怨我吗？世子定会理解王爷的苦衷。我儿自幼就懂事啊。他知道子为父生，父为子谋的道理。你说这谢燕来为什么甘愿做楚昭手里的刀啊？亦或是为名利，亦或是为美色？朝中局势不稳，寻儿又被困在楚都。谢艳芳、邓毅各怀野心，再加上我们那位不安分的长公主，这已经彻底下成一盘死棋了。不管这谢燕来所图何事，本王有预感，破局的人一定是他。在想什么呢？阿爹曾说，战场之外，最难打的是人心。怕了？只是觉得可笑。萧南王要名，谢艳芳要权，邓毅要利，他们争来夺去，却没有人问百姓想要什么。不是还有你吗？阿昭，这样挺好的。朝堂之上，
还有你在厮杀，还有你想着这群百姓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无私，我最初也只是想让自己活着。但我阿爹既能为百姓无惧生死，我作为他的女儿，自然也不能懈怠。虽不知结果如何，但尽人事吧。阿九，同我说说你和谢艳芳的事情吧。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。我从小不被人接纳，一时气盛，便将谢家祠堂给烧了。他们要将我鞭笞而死。是谢三救了我。他跟我说，让我留在他身边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堂堂正正的成为谢家人。我当时真的很想拥有一个被承认的身份，所以16岁那年，谢三让我去魏家村破坏萧南军商队的交易。我去了，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你就被驱逐出了谢家。我一直往大漠走，直到遇见了你阿爹。那千机燃血饮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当时临行前谢三给我的。他告诉我，千机燃血饮是谢家嫡系子弟才可以接触到的秘药，在生死关头可以保命。我当时非常相信他，也没有怀疑这个药的作用。谢艳芳不会跟我说实话，我要回高阳查清楚。现在不错，你先回楚都，等我查完以后，立刻回去找你。等我回来。大人，车马已经备妥，随时可启程回京。不急，我们这位长公主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立下这么大的功绩，她都不急着回去，我们急什么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当然是去给我们这位长公主道个喜了。三公子怎么来了萧南郡？特来感激殿下智计无双，救大楚于危难之中。这话真是折煞本宫了。要说救大楚于危难之中，还得是三公子临危受命，不惜自毁青玉，背着一身骂名，也要劝陛下御驾亲征，讨伐逆贼的魄力，才更值得百姓称颂。你借我代陛下亲征之事，威慑萧南王；我借你之手，切断萧巡的后路。千里之外落子，仍能步步咬合，这般的配合默契，着实称得上一句知己。知己不敢当，毕竟三公子最初的计划，可是牺牲楚家，换萧巡退兵。殿下此言差矣。若论牺牲，当初你独闯萧南王府的时候，可没给我留半分阻拦的余地。这不是正好吗？你我殊途同归，终究是博得个好结果。而且三公子最想要的，应该已经得到了吧？不如我再助力三公子一把，我暂缓返回楚都，如何？殿下若回楚都，我自是欢喜。毕竟这天下能与我博弈，不落下风的，唯一我。你若不在荆州，岂不是无趣？不过殿下说的对，
我确实成了殿下的亲。阿宇与我更亲近了一些，我这个做舅舅的，内心也是宽裕。我早同三公子说过，血缘之亲不是那么好断的。此番是时机到了，一切皆是三公子自己的福报。楚昭不敢居功。不知三公子打算何时返回楚都？萧巡将沿途搞得民不聊生，此时又是春耕的时候，我当然要替陛下巡视一番，安稳一下民心。有三公子在，万事无忧。也多亏了殿下为民解忧，不然此时此刻我怎能安心坐在这里？恐怕就连眼前的这片红杉树林，都会因战火而烧光。所以我在此等候，以茶代酒，替天下万民敬长公主一杯。这第二杯，是我对殿下的歉意。我皆是您伯父与萧巡的旧事，实属不得已而为之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朝廷追查我伯父，他们也不会这么顺利接近萧巡。此举，你我皆受益了。殿下不在意，是因为殿下心胸宽广。不知殿下是否喜欢爬山？有机会可以去试试。我想你会喜欢的。当你站在山峰的最高处，一览这尘世间的一切，你就能体会天下任我遨游的感觉。三公子所求，便是凌驾于世人之上，万事万物皆在掌控之中。不瞒长公主，当我知道萧南王举兵谋反的时候，我很是高兴，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可以弥补遗憾。只是可惜，这件事被我打断了。那下一杯茶，我是不是该对三公子表达歉意？长公主为国为民，没有什么过错，也无需对任何人道歉。谢大人能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舍身冒险？你可以不信我这个人，但要相信我替陛下铲除萧南王的心。你宁可跟萧南王拼个同归于尽，也不找我商议。莫非在你看来，我比萧南王更可怕？三公子，你在为你而战，我在为我而战。我不想打乱三公子的筹划，更不能让三公子来替我筹划。也罢，你我各自为战，只要目标一致，也就算并肩而战。那谢延来呢？三公子可曾想过与他并肩而战？殿下这话从何说起呢？随口一问罢了。只是想知道，在三公子眼中是如何看待这个弟弟的。正如殿下所言，他是我的弟弟，我岂能害他？而且九弟自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他的秉性我最是了解。既然他选择追随长公主，就绝不会生二心。只不过殿下这一问，是对他有所不信任，还是因为他也姓谢？多谢三公子的茶，我要赶路了。阿宇还在等你，早点回去吧。虽然三公子这次没能用刀亲手斩杀萧南王，但我相信，日后你定有办法剪其羽翼，断其筋骨。即便萧南王是座山，
三公子也能空手将他铲平。没错，我能。殿下且慢。物归原主。劳烦三公子代为掌管了。是在下承蒙信任才对。杜琪，送殿下。是。公子，长公主这分明就是故意与谢氏作对。她只是在做自己，她不为任何人所用，凡事自然先顾着自己。她与我们谢氏不是一条心，我们与她也不是一条心，我们不过是一样的人罢了。她这次带的人少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。杜琪。楚昭是阿宇依赖的姐姐，她能死在任何人手里，唯独不能死在谢氏之手。明白了。而且，这也不是难不难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怎么舍得？爹，娘，阿昭来了！来了，快！哎呀，阿昭，阿昭，都怪伯父糊涂，啊！我们魏湘寻那次蒙蔽，险些害了你。是啊。过去的事不必再提，伯父能安好，阿爹在天之灵也得几分欣慰。说的是啊。不过阿唐姐姐，我有事情交给你去办。还有事啊？我这次该不会又是什么掉脑袋的活了吧？我是想让你替我筹办一场文会。现在？可楚都形势不稳，各家还在观望，正因如此，周老太爷爱贺。齐家家主好剑，裴氏女眷善琴，你知道该请谁？我这些人，安天下必要先聚众心，才能稳定朝局。此番阿九随我入王府，萧南王对他十分忌惮，正因他身后是谢家，谢家百年世家，国之中坚，而谢艳芳明知周家助你逃走，却不敢明面上有所动作。亦是因周家世代忠良，声望卓著。世家乃朝堂基石，治世之道，正在于朝野同心，上下相协，此中深意，你可明白？阿昭，你变了。不，我只是终于学会用他们的规矩下棋了。说起来，咱们的太傅最近在忙啥呢？又发财了？城里账册吗？萧南王，不对，是镇国王，送了他不少吧？当初他这个太傅，弄不好也是萧南王送给他的吧？照这样说，如今的朝廷，到底还是萧南王的。哎，有陛下在，有谢三公子在，邓毅休想一手遮天。今日我家女儿起的比我上朝还早，早膳时我都没看到她，说是做大事去了。最近呢，女眷们都很忙，不只是忙，还很能花钱呢。会不会是长公主要回来了？长公主如今声名正盛，要回来的话，朝堂提前得做迎接准备吧？
我家女眷都嚷着要效仿长公主，从后宅回来了。这么久了，陛下怎么还没来啊？陛下难得发来一次，过了年啊，又长大了1岁，反而不勤政了。陛下并非躲懒。本宫离朝多时，今日归来，见诸位大人仍为国事操劳，深感欣慰。长公主殿下，此番平定朔漠之乱，功在社稷，臣等……大人言重了，保家卫国本就是我处事儿女分内之事。只是本宫离京期间，听闻朝中颇多非议。今日，本宫便当着诸位大人的面说清楚，本宫行事，只为辅佐陛下，只为大楚江山永固。先帝托孤之时，便知我并非困于深宫之人。以后，本宫不想再听到有关后宫干政的闲言碎语。明日朝会，本宫想听诸位详陈边境屯田安民之法。诸位大人若觉得殿中沉闷，日后朝会不妨移步至殿外，到阳光之下议事，或许更醒神些。毕竟治国如行路，总该看得清前路，才不至于走偏。此番回京实在仓促，边郡贫瘠，今为备得薄礼相赠太傅，实在失礼。长公主客气，殿下平定萧南郡之乱，救回楚氏夫妇，当真是英勇无畏。臣能见到殿下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，已是天大的贺礼。多谢太傅关心。长公主这一去一回，终是不同了。今日殿上那番话，已是敲山震虎。本宫此次能回来，还要多谢太傅相助。这杯茶，聊表谢意。比起谢大人的那盏茶，臣这里的茶呀，怕是寡淡了些。只希望太傅不要怪本宫此举过于冒险。臣也这样认为。若殿下日后再有谋划，不妨先知会臣一声。若这般突然行事，容易生出你我之间的嫌隙。若本宫坦言，太傅可会应允？不会，太傅定会阻拦。这般情形，同样会伤及你我信任。殿下教训的是，
这君臣失和呀，皆是臣之过，与君上无干。太傅近日可曾关注萧南郡动向？殿下是想问萧南郡，还是想问萧南郡周边的谢家屯兵？萧南已不足为惧，只是我们只留心萧南郡和朔漠之事，反倒没留意谢家不声不响安插了不少亲信。太傅觉得谢家此番经营，所图为何？这你我心知肚明啊。这棋盘若是倾斜了，总得有人扶正。那殿下的意思是想让臣当这扶正棋盘之人？制衡之道在于弑君，如今谢家势大，不能小觑。邓大人，你一心想做大官，又是为何？与殿下一般无二，想让这世间再无人能掣肘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计较谁主谁从？太傅与本宫原就是同道中人，要做的也是一样的事，不如我们同心协力。你又来了。是啊，我来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你同楚唐说的那些话，你决意拉拢的世家，说明你已经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你该好好想想，什么才是最该舍弃的。舍弃，舍弃谢燕来，选择谢燕芳。你的这条青云之路就会走得更稳、更顺畅。不，你怎么又犯傻了呢？谢燕来哪里好？她武艺再高，能敌得过千军万马吗？能压得住朝堂上的唇枪舌剑吗？阿九，待我真心。真心，在权力面前，真心是最不值钱的。谢燕芳才是谢家真正的掌舵人，拉拢她，比10个谢燕来都有用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要想活得好，你得比他们更狠，更会算计。谢燕芳不是要一个盟友吗？那就给她一个，让她以为真正掌控了你。殊不知，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姐姐，快来陪我玩秋千。嗯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只是有些想我母亲了。其实，我也很想父王和母妃还活着，只要活着就好。哪怕父王还是不陪我玩，哪怕母妃总是对我说教。
可人生在世，哪能尽如人意呢？就像我娘亲，我还没有好好和她说过话，还没来得及唤她一声娘亲，她就为了救我，死在战场。我甚至还没有认认真真看过她的样子。阿宇也是，时间越久，梦里母妃的脸就变得越来越模糊。三舅舅说，是因为我在长大，可为什么人长大却要忘记母妃的样子呢？我不想忘记。忘记，可能也是母亲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吧。但是三舅舅帮我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三舅舅给我讲母妃以前的事，还帮我画母妃的画像，挂在寝殿，这样就不会忘了。可是，前几日被风吹掉了，弄脏了母妃的画像。其实记不住样貌也没关系，只要你记得他抱你时的温暖，为你哼过的童谣，母妃就永远在你的心里，不会忘记。三舅舅也是这么说的。阿宇现在好像很喜欢三舅舅。他对我很好，上一回就带我去御驾亲征了，舅舅还给我施了铠甲，可神气了。姐姐，阿宇以后就是你的亲人了，比所有人都亲，好吗？好。可是阿宇，人生聚散无常，你还是要快些长大才行，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这样，即便有一天姐姐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也能够做自己的靠山，做这天下人的依靠。我会的，我会像姐姐一样的坚强，我一定会做个好皇帝。大开，九公子，您不能这般肆意妄为啊！要是被家主知道的话，小人恐将性命不保。你是想等谢三知道了以后，让你性命不保，还是现在我就让你上路？这些药都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回九公子，这是一种吊命的补药。给谁吊命？
小人不知。小人真的不知啊！小人只知道的是，自5年前开始，家主便每隔3个月单独遣人送药一次。这具体用药之人是谁，恐怕除了杜琪之外，无人知晓。5年前，正是，就是九公子被卷入魏家村纵火风波之时。长公主此番能顺利与萧南王议和，全赖太傅那道圣旨。如今他亲至府上致谢，可见他已明白，若无太傅助力，他寸步难行。殿下既知太傅之能，此番示好，怕是有意结盟。权力不握在己手，终是虚妄。楚灵一死，云中郡便是群狼环伺了。纵使有钟长荣坐镇，朔漠、萧南郡都在虎视眈眈，岂是区区一张盟约能够约定的？当初谢艳芳退回我的调将文书，他却在解围萧南郡中夺占了先机，获得了最大的好处。如今局势变更，与谁结盟，都得3思而后行啊！长公主真是带坏了楚都贵女们，让几位女子抛头露面，还要搞什么楚人文会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哪位正经的读书人会去啊？景公子说话可真有意思。只许你们男子吟诗作对，就不许我们女子办文会了？莫不是怕被我们小小闺阁女子比下去不成？你竟口出狂言！景公子，我们办文会是为了有志之士可一展才学，而不是像你和你这些同窗一样，只有无能之辈才会在背后诋毁他人。才学的事儿，你偷不来也抢不走。你在这说大话没用。好，那今日不妨我们就来比比，让大家都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。好啊！但若你输了，便不得再对我们文会有所诋毁，更不许阻拦别人参加。比就比，小小女娘如此猖狂，那棋艺、书艺以及才艺，还请景公子不吝赐教。阿汤，你的棋艺到底行不行？之前同阿江姐姐学过些许，对付她足够了吧？你跟女子学的能学到什么？啊？还要继续下吗？会下棋有什么了不起？都是你们小女娘们打发时间的小游戏吧。就是啊，我们比书艺，我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。好啊，我又不需要靠读书来安身立命，所以啊，书艺也是我打发时间而已。哎呀，写的是真不错呀！对呀，陆叔景公子是用心写过的。哎，瞧，还用换种写法，真不错。书艺又不是比谁写的快，对，就是。景公子，书艺又不是比谁写的多。
嘴还挺硬。小女子惯会刁钻耍滑。就是。景公子，您可有脸，还来诋毁我们楚云文会？3局2胜，我看第3项也不用再比了，省得景公子最后面子都没了。说是景公子不服，大可来我们楚云文会，咱们再堂堂正正的比一场。得去啊！怕他不成，必须得去。不怕，跟他比。对呀，是。阿唐，咱们就这么下了井上舒家公子的面子，真的无妨吗？我方才那样高调，只是想让他们不要轻视了咱们的楚元文会。景公子呢，也算小有名气，这样一闹腾下来，定会有很多人来咱们文会凑热闹的。我也算是不辜负阿昭所托吧。走。文会，你们这次又打的什么算盘啊？谁啊？张伯，是我。九公子，我来看看你。坐。当年祠堂会审，唯有张伯没有指认我纵火，阿九心怀感念。回家下人有何资格指责九公子啊？你也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，这酒就不喝了。这酒可以不喝，那张伯是否能告诉我，当年从魏家村带出来的小孩，他是否还活着？父母如今在乔山学馆安顿，心情倒是好了不少。哦，对，官府还配了块地呢。地可以留下，但伯父须无束修，授徒100人。你是想让父亲用这块地的收益传道授业？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伯父不是更有声望吗？父亲定会答应，不过他向来都不理会这些账目。这次母亲怕是要心疼这笔赔本买卖了，也让二老吃个教训，往后行事啊也更谨慎些。贪念一起，便是他人陷阱。姐姐果然通透。对了，你与景公子在茶楼一番高调切磋，确实有用，让不少人对咱们楚元文会生了兴趣。还不都是因为你的办法好啊？不过阿昭，他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来看笑话的，说什么所谓的女子读书就是意图不轨，办这文会也不过只是为了寻个良配。这些读书人讲话怎能这般难听？难听便不听，本也没什么用。不过是些自觉丢了颜面的大男子们，想给自己找回些体面罢了。待文会那日，咱们让他们好好瞧瞧，到底谁才是真的笑话。上次景公子不察，输了棋局，让你们这群小娘子狂得没边。今日我便让尔等看看何为自取其辱。这话不可说太满，落子才知。好啊，若你输了，该当如何？若我输了，自写认输状，从此不再碰棋。你的认输状值几个钱？女子的棋艺也配登这大雅之堂？彭公子好大的口气！
在下并未觉得自己所言有失。若长公主以权压人，在下也可以道歉。若周娘子输了，本宫陪她一同写认书状，以长公主之名。彭公子意下如何？阿昭，长公主殿下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因为你是女子，我也是。他们轻视女子，便是轻视我们所有人。原来这就是长公主带这群女人折腾文慧的用意。你要为她们撑腰？不，本宫只是想告诉你，女子落子，亦能定乾坤。阿昭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？他们侥幸赢了便罢，若不慎输了，你还真以长公主之名，到处给人写认书状吗？无所谓啊，我又不怕输。长公主又如何？反正他们从未看得起过女子，即使身居高位，也无法让他们心悦诚服，那便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他们都是家学渊源，可不会输。即使输了也没关系，只要比下去，总不会一直输，总有赢的可能。只要赢了，便不枉今天这一遭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文慧的目的是要彰显咱们女子亦能与男子比肩。咱们女子虽自幼读书习字，通晓六艺，却也自幼被教诲，学习这些都是为了能嫁个好人家，能相夫教子，取悦夫家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们可以不用为了取悦任何人，只是为了自己赢得声名。世子，王爷的密信。父王说，楚都的风雨我暂歇，且让我耐着性子当。可是，他自幼教我的棋路里，从来只布杀招。王爷毕竟还是惦记着您的。铁鹰，研墨。是。世子是要回信。我要给邓毅写信。邓太傅，说起来，他当初助我们逃离楚都，楚昭却并未拿他问罪，想必是又达成什么交易。以眼下的情形看，他和我们未必还是一条心。是不是一条心不重要，但他欠我的东西，终归得先还了。殿下，太傅今日怎么还礼数周全了？本宫冒昧前来，没打扰太傅吧？偶得一只玉璧，特来赠与太傅。质地温润，色泽光洁，的确是块稀世珍品啊！多谢殿下。殿下，请。殿下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急事。本宫近日接到密报，说朔漠王去而复返，边郡恐有异动。听闻太傅当初欲往云中郡派遣亲信将领，被谢大人手持长公主令拦下了。太傅如此关心云中郡，本宫着实感动，所以我前来与你商量魏将军人选。谢燕来如何？
殿下既与谢氏博弈，却又用谢家的人统领边军。当时臣就劝过，禁军之权不可轻受。如今边军又托谢燕来，殿下是真信他，还是笃定谢燕方不敢动他？谢燕来是本宫的人，与谢家无关。殿下说他是您的人，可在天下人看来，他姓谢。若有一日谢燕方让他选，殿下猜他会如何？他会选我。天下既然心意已决，臣也不便再劝，指望他日边关捷报，莫成他人嫁衣。太傅多虑了。玉是好玉，只是得让人好好养着。他竟去找了邓毅。是，两人密谈良久。看来楚昭已经把我当作对手，想借邓毅钳制于我。那下一步就该让九弟掌管边军了。那这军权落到谢氏手里，也不是件坏事啊。不，如今九弟已经变了。不过幸好，我还有一条更听话的狼犬。公子，您真是高瞻远瞩。棋子虽小，若用得好，也能搅动风云。太傅近日可去见过萧寻？他是关押的质子，臣不便探望。大人是太傅，无论是大楚子民还是臣子，都应体恤。如今和他界限划得如此干脆，倒让人生疑。殿下既敲打过本官要与你同心，又何必再试探？莫非是有何关于本官的风言风语？没有，只是随便聊聊。殿下，臣为大楚江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无二心。太傅的忠心，本宫自然知晓。夜深了，我也不便打扰了。边军统领一事，还望太傅再仔细斟酌，切莫早下决断。太傅，长公主与您已经离心。我知道，在这局棋里，最先被吃掉的永远是孤子，所以我们要早做打算，各凭本事，活下去。太傅，这是萧世子的信。近日占卜之术精进许多，终解乾隆在渊之下，还未多谢太傅昔日不吝赐教。哎呀，这宫女的衣裙真烦人，束手束脚，让人不自在，还不如我的江湖布衣舒坦。就你这笨手笨脚的，你还伺候娘子？给我。阿乐，你带她去换身轻便衣服，不用与宫女一般。公主面冷心热，跟你娘亲一模一样。
娘亲？谁的？公主的娘亲？她娘就是我姑姑。哎，你别再问了。我以前替公主算过一卦，卦象显示母犹在，我还以为是龟壳裂错了纹。你会卜卦，还那么准？哎，给我也算一卦呗。不，切，不起算了。给你算，给你算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远方来信，这你也能算出来？啊，我用眼睛看的。殿下，信兵来信。是谢兰送来的。怎么了？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，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。火油罐，有人用火油纵火。4月辛巳，丹丘马正，3号起。这批号什么意思啊？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，这是萧南郡的东西。这邓大人还算有心，知道关心世子。属下近日得到消息，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。自从守村之后，萧南郡的所有货物文书全部被销毁，不可能会查出破绽。就怕有人不死心，还想借题发挥。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啊！去，派人盯紧一点，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。魏家村的这把火，若是烧到我们身上，勾结朔漠的罪名，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。是。还在等你父王来救你。如今萧南郡都自顾不暇，你这颗棋子，怕是废了。长公主专程而来，难道就是为了说这些风凉话吗？不，本宫就是来告诉你，我可以选择不杀你，但我也可以让你永居楚都，做一辈子之子。我知道你父王给你送信了，你以为他真的想救你啊？这封信表面看似安抚，实则连退路都替你想好。你若是想逃，便是萧南郡早有预谋，抗旨欺君。哦，你知道在萧南郡，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本王有7亿人，有妾3人，生育7个儿。够了！怎么生气了？这种无能为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长公主，何必步步紧逼，如此咄咄逼人？不就是想听我亲口说说我要回萧南郡吗？但我是不会说的。
我喜欢这座小院儿，小巧又精致。那本宫就祝世子永生永世的住在这里，看看你究竟是金陵待石，还是笼中折翼。阿璋，这次的楚元文会，阿江棋艺不凡，赢了不少学子，给我们女子出尽了风头。阿江的棋道本就该在更大的天地间落子。这些年他潜心钻研，如今终是让世人看清，这纵横19道原就不该有男女之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邓太傅一直压着朔漠大战的军功迟迟不宣，这朝堂上议论纷纷。你说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还能有什么主意啊？他想压的只有谢燕来一人罢了。如今魏将军之位空悬，朝中有心之人，谁不是虎视眈眈？你当真觉得他能与你同心？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去守边郡？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，而他是父亲和中书亲自选定的人。可他姓谢，邓毅一贯防着谢家长兵，更何况是云中郡这样的要塞。所以，我要在朝堂上撕开这个口子。邓太傅，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？突围鹰嘴谷，重创朔漠王，哪一件不是居首功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，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。魏将军职责重要，朝廷任命不能指定。若世袭罔替，最适合统领边军的是长公主殿下。可惜长公主不能，自要有人取而代之。再者说了，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，她却擅离职守，按律当斩，何谈封赏？太傅可还记得，若非谢燕来及时察觉萧南郡异动，萧巡的刀此刻已经架在陛下颈间。太傅为何执意苛责谢统领？哪怕殿下要臣死，臣也必须说：律法如山，不能轻废。谢燕来违抗圣命事实，若不严惩，恐日后效仿者频多，那就乱了朝纲。那太傅以为如何？论罪当诛。九弟回京了，但蹊跷的是，前日有时到昨夜子时，谢燕来踪迹全无，我们的人也跟丢了。这就有意思了。他不陪在楚昭身边，却选择单独行动，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。不过也无妨，继续盯着就是。朝堂上如何了？公子神机妙算。今早称病未现身，朝堂上果真变动。长公主以军功为由，请赐谢燕来为魏将军。太傅什么反应？太傅当场发难，说谢燕来擅离职守，论罪当诛。若太傅真杀了九弟，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可若殿下封赏了九弟，我们谢家兵权更盛，好个两难局呀！
还有一事，邓毅于近日与萧训密会3次，且皆在半夜子时之后。有趣。一向审时度势的邓太傅，为何这次死抱着个枯木不撒手？莫不是萧勋还有什么后手？那我们是不是该提前做些防范？先听着，莫要打草惊蛇。是。长公主驾到！长公主殿下，三公子养病要紧，何必多礼？我的病情也逃不过殿下的眼睛。长公主莅临寒舍，这边请。殿下，九弟在你心中固然重要，可你难道就不怕邓毅借题发挥？谢燕来毕竟是你亲弟弟，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，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？殿下委实是冤枉谢某了。我这个做兄长的，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，可我谢家100年氏族，总不能次次因为他任性妄为，赌上全族的性命吧？我比任何人都想救他，可是这次有心无力。好个有心无力！谢大人这唱戏的功夫，可要与其意不相伯仲啊。说到为他担干系，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，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？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。你知道？无论如何，谢燕来掌兵权，对谢家也有好处，还望谢三公子不吝生援。这人呐，还是变了。为何还不睡？不想睡，闭上眼睛就想到太傅今日在朝堂上发脾气，他说舅舅该杀，可我不想杀舅舅。放心，明日朝堂，姐姐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该被信任的人。姐姐有办法了，明日你就知道了。睡吧。嗯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
查到线索了吗？是查到了一些魏家村的旧事，不过牵扯深广，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。是和你寄回来的火油罐碎片有关吗？你是回高阳查千机燃血野，怎么会扯上魏家村？我在谢家的药库里，并没有找到千机燃血野，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，谢三在用一种药吊着一个小孩的命。小孩？阿响。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阿响的藏身之地，不过我相信阿响一定还活着。谢三之所以将他藏起来，也定是与当年的那场火灾有关。那火油罐碎片上，分明印着萧南郡的商队编号，这火油分明就是出自萧南郡，可现场留下的标记却是仓木寨的，这栽赃的手法未免过于明显了。你是说，有人想借这场大火来逼出我娘？这仓木寨有什么需要大动干戈的秘密？那必定是你娘朔漠女将的身份。如果真的有人想借这把火引朝廷调查仓木寨，你娘的身份必定会暴露，你爹欺君之罪难逃，定会降罪调离。此人必定是朔漠王。这环环相扣的局，如果没有内应，要如何成事？可萧勋当年做的事太干净，我还需要确凿的证据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阿昭，此事牵扯深广，和你娘有关，还牵扯到你的身世，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如果被发现，后患无穷。阿昭，魏家村的事情于你于我都非常重要，我定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但我会小心探查，不会让谢三有所察觉。阿昭，朝中之事我已经听说了，若你真的要硬抱我，那太傅定会拿擅离职守做文章，兴许会逼你退居后宫。但军功是你应得的。以前只求马革裹尸，一时痛快，现在只想活得更长，护一人周全。那人是谁啊？谢将军，不妨说清楚。你可会骗我？不会，阿昭，月神在上，永远不会。我爹希望你接手边军军权，你可愿意？为了你和将军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再独自涉险去和邓毅周旋。明日上朝，我自会去征。
臣再请推举梁强。不可。长公主屡屡干政，实乃后宫之忌。臣恳请长公主退居公主府，永不再涉朝堂。末将谢燕来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臣愿立军令状，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，否则军法处置。谢大人，你也同意？燕来既有此志，为兄自然鼎力相助。殿下，不可！朔漠若因此举兵，边疆必乱，不能再打了。懦夫之见，若能取其王首，不正是扬我国威之时？不准了！谢将军即日起镇守云中郡，领卫将军印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偏要乘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